今天我们将要创造历史。台湾有史以来 YouTube 自有物品单价最高的开箱，价值1.4个亿。上个礼拜，我透过戴德梁行跟日商买下这一片土地。今天我就来开箱给大家看，顺便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要买下这一片土地。盖酒店吗？盖酒店。你说脱衣舞的吗？今天企业家就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赌上自己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今天开箱完1.4亿的土地，下个礼拜还破产。大家好，我是超哥。今天我们将要创造历史。台湾有史以来 YouTube 自有物品单价最高的开箱，价值1.4个亿。上个礼拜，我透过戴德梁行跟日商买下这一片土地，占地500平，还有包含上面的厂房。今天我就来开箱给大家看，顺便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要买下这一片土地。盖酒店吗？盖酒店。你说脱衣舞的吗？这不错啊，这个有没有？里面变包厢。今天我们请到戴德梁行的经理 Mark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土地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德梁的 Mark，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的土地，总共有500平。那它的建物呢，总共有434平。这个厂房呢的前身呢，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知名的纺织厂伊都锦。那它在日本是数1数2很大的一个纺织企业。日商伊都锦公司找上戴德梁行，协助他们出售在台湾的资产。接下来我们就请 Mark 带我们去参观一下我新买的这块土地。今天也不过是我第2次来到这里而已。走，说真的，他们的民族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谨。是的，这就是他交给我们的厂房，干干净净的，包含冷气，包含空调，包含电机，全部都测试给我们看。有的买到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杂物都没有清啊。是，日商给我们都干干净净。这如果爬起大小山起立家，当藏几个胶哦，懒胶啦，我看。我们来参观一下。其实这个厂房呢，它过去它是做一个成衣的一个厂房。以前这边是一个布料区，他们的布进来之后，经过了检验，等于是一条龙的一个服务。过去可能在桃园龟山这边有很多成衣厂，可是也慢慢都越来越萎缩。他们是做日本高级成衣啊，是日本高级，所以他们的衣服呢，其实都是有在百货公司，现在持续还有在做一个销售。它的这个1楼的面积呢，差不多有160平。那另外包含还有一个地下室，地下室的防空避难室大概是差不多在20平左右。看一下这个厂房就知道有点历史啦。可是，在日本人手上就是很干净。你看这个厕所，这个门框都已经多久了？这个厂房多久？这个厂房已经差不多31年。对，我想说现在要找蹲式马桶也不好找了，连卫生纸都帮我们准备好了。这怕我们肚子痛的时候没有卫生纸可以用。你看日本人就是贴心嘛，难怪A片做得这么好，给你按一个赞。这边是伊都锦以前的一个厨房跟餐厅用餐的地方。你看这个地板，当然这个有褪色，这就是岁月的痕迹嘛。可是他要走之前，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清得干干净净。毕竟你买这边也不便宜啦，还是要弄干净一点。干，有杀价，但是不给杀。那我们带大家来到了2楼，原本这边是有一个制服一个区域，每一盏灯其实下面其实都有一个作业员在这边作业。他们有接过一个单是高铁制服的单，高铁制服，对，台湾高铁的制服的单，非常的漂亮，他们的颜色，对，还有他们的款式。我有制服癖，我看到那个高铁小姐，我就觉得赞。我不是想到色，我只是觉得他们穿那样制服很好看。这边的吊杆哦，其实就是说他们做完之后，他们还会再用熨斗再把它给烫平。对，现在满脑子都在想高铁制服。我有传那个超派人生的影片给他看，他跟我讲赞哦，然后我跟他讲，我说还有没有高铁制服，给我一件，我叫苏菲穿，晚上来玩一下。
我家还有警官制服，我岳母的。被你讲起来有点变态。不是，但是那一件是折好放在我岳母的收藏，不是拿来给我老婆穿的。我们对制服穿着制服的女性有非常崇高的敬意。对，我们觉得她们穿制服特别的好看，只有这样而已，没有别的。小心剪，认真剪，不要乱剪。我有制服癖，穿着制服的女性，炸！那这个空间呢，是我们2栋建筑物中间的一个车道哦，或一个货道。另外这一栋呢，他们每一季他们都有一个特卖会，这里是他们自己的那个 outlet， 就像农会的展售中心这样子。这个厂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特别高，对，它的挑高它是4.3米。这边干一个舞池还不错。盖一个舞池吗？你说蹦迪吗？变夜总会吗？我们今天是走企业家的开箱路线，被你走完，我们像给点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想经营茶店的话，请跟我联络。这边呢是一个他们也是储藏他们的一些衣服，他们销售的一个地方。他们是把衣服都挂在上面，是不是？是。这真的很用呢。我靠，它有一个20几坪的地下室。没错。然后如果有布料啊还是什么东西要载上来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吊车。对，这都好的，我们测试过了。是。你想被吊下去吗？不用。哇，这好适合官人。不是。这边的门牌地址虽然是龟山，可是其实这边是龟山最热闹的地方，它也是龟山最靠近桃园市区的地方。没错，它离桃园火车站的商圈开车5分钟。它这边其实已经有规划了一个捷运线，以后我们这个厂房步行到捷运的一个距离呢，只要10分钟之内，其实非常适合不管是卖场或者是自用的一个厂商，可以做旗舰店。听到没有，前脸？赶快来看，搭一个那个极乐龟山啊。好啊，好，谢谢 Mark 的介绍，谢谢王总。那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，为什么我会买这一块土地？到底一个企业家他是怎么思考这块土地的价值何在？基地非常的完整，地理位置优越。我当时其实我们买下来是要做长照机构，但是算一算，跟他没啥爱好。这500坪的土地，这个结构啦，做工厂可以啦。如果要做长照机构的话，我必须要重新盖。我预估如果是200床到300床左右的规模，我光盖大概要1亿2千万，再花6到8千万把它装修成长照机构，我已经花了3亿4千万。你中间盖房子、机构申请的时间、装修的时间最少3年到4年，这3年到4年，我每个月缴的利息钱总和下来最少1500万又没了。然后问题来了，我建筑物盖好了，机构也可以开始营运。假设我有200张床位，一打开门做生意，第一天开始就必须开始亏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人要不要请？你要请啊。银行的贷款呢，一样要缴，所以你1个月都是100-200万在亏。从0开始慢慢累积到我不亏的时候，又要2到3年，再花2-3年到你的营业利益最高的时候。这时候9年、10年已经过去了，然后从第10年开始，你1年赚2000万，再赚10年才2亿，请问我投入多少钱？我已经投入超过4亿的成本，这就是企业家的压力所在。当我买下来，我决定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。你们看到的是我买了1亿4的土地，我再花2-3亿把它 building 成一个长照王国好了。你们看到以后很羡慕我1个月可以赚150万、200万，但你有没有想到中间我要承受多少的压力？今天企业家就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赌上自己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今天开箱完1.4亿的土地，下个礼拜快破产。这个机构经过10年以后，他1个月能赚200万的话，他跟正常的行业比起来，只有正常行业的1/3到1半。为什么？日商一都锦专门做高级成衣的，我请问你，他们工时1天几个小时？8个小时，最多10个小时。长照行业几个小时？我跟各位报告，1天24小时，全年无休。我们连员工的年夜饭都是在机构里面吃的，这就是长照行业的辛苦的地方。我讲的是时间成本，制作人今天超不习惯的，他没有看过我这么认真的说教过，可是我只是想把正确的观念传达给大家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。我过的好日子跟破产或许是一线之隔。他就说啦，那是乌鸦嘴。他说会不会这个礼拜拍1亿4特辑？
下个礼拜拍法拍特辑，YouTuber 的那个财产被查封了，干。我们要顺便讲的就是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财富的累积，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因为过去20几年来，我们每一天都兢兢业业的在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不敢说我们做的是所有行业里面最好的，因为永远没有最好的，只有赢过昨天的自己。我17年前在做的时候，我在加护病房门口发名片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我以后会怎样？我怎么知道我开得起法拉利？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开法拉利啊！后来还不止一台。从我父亲到我后面的每一个员工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就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拼而已。你有看过这样子的人买这样子的土地，然后1个礼拜要上5集给你看的吗？或许我在我的领域我有很好的成就，但在这个圈子里面，我就是菜鸟。菜鸟要怎么办？菜鸟就是拼啊，用你加倍的努力去弥补嘛。有一天总会有喜欢你的人看见你很用心的在做作品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这片产业我买下来的时候金额很高，如果我要把它转换成营业使用的话，代价更高。我刚刚算给各位听了，随便算都超过3、4亿。我们就暂时先租给人家，然后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，慢慢规划。没有人租的话，我就把它改成极乐龟山。漂亮。你他妈的，你就是想听我讲干话而已啊！想知道1.4亿的土地最后我怎么规划吗？请继续 follow 下去咯。喜欢我的节目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相信我，一定会带你们看不一样的世界。超派，有兴趣做招待所、做酒店的，请跟我联络。超派酒店，超派。